10月29号 SD 3.5的 Medium 如期而至。那 SD 3.5出来之后的话呢，其实模型还是有点大，所以说人们用起来呢不是特别方便，所以说人们一直在期待着 Medium 这个版本来出现。那这个版本呢，它的参数呢就更少一点啊，大概呢是 2.6 亿个参数，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模型大小呢大概也只有 4.5G 左右。那另外呢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的抱抱脸的主页。那么在这个主页上面呢，有一些关键的信息呢，你需要明白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大家注意啊，它整个的这个 block 或叫层数呢是13层，然后呢，它在前12层是引入了双注意力模块的。那就是说，我们在使用跳过层数进行训练，或者是生成或者采样的时候呢，这个层数呢只有12层啊。如果你过界之后，这个会出错的。这是第一个大家需要掌握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 token 的数量。你注意。这个编码器 token 的数量呢，大概是在256个左右，所以说你要是多于256个，后边的 token 呢是不起作用的。它在这儿呢一直在描述这个问题。另外呢，它在这个采样里边呢有一个新的方法啊，叫 Skip Layer Guidance。叫 SLJ， 这个我们在 ComfyUI 的工作流里边也可能会看到这个东西，所以说待会儿呢我们会给大家解释它是个什么东西。那当你看到这个单词也明白啊，就是我们跳过某一些特定的层，那你跳过的层数呢是肯定不能超过这12层的，不能像 SD3 一样它有很多的层让你去跳过，对吧？那么这是大家需要掌握的一些知识点啊，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，比方说商用的许可啊，这个我们就不在这儿说了。那另外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的下载。在这个 Files and Version 里边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提供下载的这个内容。第一个呢就是模型呢就是这个5.1，当然它这个标注出来是算法呢可能是拿1000来除的，我们下载下来大概是4个多 G。另外的话呢，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workflow， 也就是工作流。那么其中呢就有我们刚才说的 SLJ， 还有标准的工作流。另外呢就是用 SD35 的 L， 就是 large 模型去放大这个 3.5 模型的一个工作流。这个我觉得意义也不大啊。待会儿呢我们会给大家解释一下放大这个事情。别的呢其实没有必要去下载。那如果你要用 Medium 这个模型的话呢，只需要将你的 ComfyUI 更新到最新版就可以了。好，下边呢我们来下载这个标准的工作流。那当我们将这个工作流拖到 ComfyUI 里边呢，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 SD35 Medium 的工作流啊。然后呢我们将各个参数稍微的调整一下。第一个呢就是模型，这个一定是 SD35 的，下载下来就行。这个放到 checkpoint 里边啊，不要放在 Unite 里边。另外呢就是这个编码器，这个我们在讲 SD 3.5 的 large 的时候也给大家说过了，所以说呢是一个 J 的加上一个 L 的再加上一个 T5 的啊，就这样。另外你要注意啊，就是这个空的浅空间的模型呢，它尽量是64的倍数啊，然后大概是在100万级像素这个样子。所以说呢，大家尽量的用这样的一个比例啊，比方768、1280，这个并不是标准的16:9或者9:16，那用这个的话呢，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。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呢，你出来的那个效果可能在某一个部分是模糊的。这个呢，待会儿我们也会给大家演示。这儿有一个 sampling 的 SD3 的校正啊，这儿有一个值 3.0， 有点像 Flux 那个部分。另外你要注意，它在副采样这儿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处理啊。那首先呢，它生成了一个空条件的采样，同时呢，这个条件的采样也用到了，它用到了一个节点叫做 set time stamp range， 也就是说，我们把整个的采样呢砍成2个部分。0到 0.2， 也就是前 20%。假如说我现在是10步采样，就是前2步的时候，我们是用你这个条件的，而后8步是用空条件的。而这2个是怎么结合起来呢？那就是用这个条件的一个组合项啊。这个条件组合项有很多，比方我们经常用的叫contact 是吧？还有这个combine 啊，就是合并的这种。然后呢，用作这个副的采样条件。另外你要注意，它推荐的采样算法呢是 DPM、PPRM， 然后 SGM 杠 Uniform。采样的步数呢，它这是40步啊 ，CFG 是 5.5， 当然可以稍微小一点。
我觉得5或者 4.5 都还是不错的。另外呢，这个模型也是主打就是可以生成各种风格的这个图片。那下边呢，我们先来生成一个超写实的这种图片。注意，我来生成一个竖版的，所以说我这儿换成768乘1280，这两个都是64的倍数啊。下面呢，我们来生成一下，大家看一下。采样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啊，我们能得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写实的一个图像。我们放大之后，你注意皮肤的这个质感做的呢也是非常到位的，整个图片应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皮肤的细节。那大家会发现啊，就是说这个在生成写实的时候呢是没有问题的。同样呢，我们来生成一个数字照片。这个呢也是比较漂亮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下面说一下分辨率的这个问题啊。这个分辨率的话呢，它要求一定是64的倍数，因为它这儿用的是 make sure 啊，就确保。所以说呢，比方说我这儿用的是768乘以1024，这个肯定也没有问题，因为1024除以16，这个是可以整除的啊。这样我们换一个分辨率啊，比方大家熟悉的，比方说我是1080、1920啊，你这样，我们下面呢来生成一张，它这个模型速度是没有问题的啊。看一下采样的速度也是有保证的，因为这个模型本身没有那么大。你注意看这个地方。就很明显啊，就是说它这儿呢就会出现采样的这个问题啊，就是因为你这个不是64的整数倍。你可以尝试一些其他的分辨率啊，基本上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那我们基本上是保证它是64的整数倍。注意啊，1024这个东西我们给大家说了也是可以用的，它也是可以整除掉的。所以说你要是方形的是可以用1024乘以1024的。大家看一下，整个采样的边缘上也不会有问题。第二个是反向的这个条件，或者叫负向条件。负向的提示词既然采用这样的一种处理手法，就说明这儿这个提示词肯定是起作用的啊。所以说你写和不写呢，应该效果是不太一样的。那比方说呢，我们可以试一下，为了更清楚的看到这个东西呢，我们下边给它做一个固定的种子，它可以变啊，但是我们要求它必须得是一样的，所以说我们把 seed 呢给它转换成一个可输入项，我们把 seed 给它拿过来，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给它复制一下。现在呢就是我们将反向的提示词呢给它稍微的变一下啊，所以说我们把这几个也复制一下。那这个就替代原来的 negative， 这样方便我们去比较。V1 有点长了啊，这样我们把这儿给它 set 一下吧。这个呢我叫做 SD3 V1， 这儿呢我们 get 一下，拿过来就可以了。它整个都一样，注意我在这儿呢随便写一个，比方我们写一个 bad image， 我们再写一个 worst quality。那我们看一下两个采样出来的图像到底有什么不同。那我们看一下啊，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。加了提示词之后，你注意这个皮肤呢就会更加的光滑一些。那这儿呢相对来讲这个斑点的部分就更多一点啊，所以说你去感觉一下。那总体看起来可能差不多，但是你去比较皮肤的这个部分是明显的有不同的啊，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反向的提示词，它是不太一样的。另外呢，它这提到了一个新的技术叫 SLJ 啊，就是它可以略过一些模型。这个怎么去玩呢？其实也很简单啊。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把这个给它设置一下，同样 set 一下，这个呢我叫 SD model， 那这个我们也设置一下吧， SD clip。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模型基本上都有了啊。那如果我们现在再来一个，那这个不同的地方是在模型的这个地方我们会加入一个节点啊，这个节点呢叫做 Escape Layer Guidance， 就这么一个东西。那原来呢我们是直接
用 model 采样。现在呢，我们就会给它跳过一些层。下面呢，我们给它执行一下，你看一下有什么区别。很明显啊，就是说我们加了这个 Scape 这个层之后啊，就是这个，注意它跳过的层呢是7、8、9，这是它默认的。你要注意啊，你这儿顶多到12啊，那如果你再多肯定是不行的，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说了，这个它的双注意力机制啊，只在前12个层当中是起作用的。那你会发现加了这个节点之后呢，背景呢会更加丰富，人物呢也会更加的逼真。注意嘴唇这个地方，包括眼睛呢也会更漂亮一些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建议大家还是，如果你做写实性的图片的话呢，是可以加这个节点的 Scape Layer。但是你要注意啊，如果你做一些风格化的东西呢，我们并不建议你去加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比方说呢，我现在换一个提示词，这个呢是一个水彩风格的一个图像。那如果我们现在再来生成一遍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加了反向提示词的啊。你注意一下这个水彩风格，其实还是比较像的。那我们再看原始的。注意啊，原始的这种喷溅的这个效果就非常的棒，在这儿的话还可以啊，尤其注意这个地方，就水彩的这种风格都是比较像的。但是你要注意，如果我们是使用了这个 Scape Layer 这个东西之后啊，你注意这个水彩风格，其实呢已经特别大的程度上丢失了这种风格化的东西了。所以说呢，我测试下来呢，我还是建议大家，如果你生成人物，就是写实性的东西是可以加这个节点的。如果不是一个写实的，是一个完全风格化的东西，其实呢我们并不建议大家去加这样一个层。那另外呢你要注意啊，就是这个 SD 3.5 Medium 呢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可以支持各种风格化的东西。下面呢我们看一些其他的风格的东西。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动画的，大家看一下啊。这个动画风格的话呢，我觉得反而加了这个之后呢，还是它消除了很多风格化的这个部分啊，让人物可能更偏向这个精细和写实的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漫画的，这种欧美的漫画风格呢也比较突出。我觉得这个原始的会更棒啊。再来看一个赛博朋克的。一旦到写实性人物，你会发现啊，使用这种Scape Layer 这种技术呢，就变得比较的清楚了，让这个人物啊五官更加立体。随后呢，我们看一个低距风格的啊，或者叫地面人物风格的，这个呢也比较明显啊，这个像不像一个纸折出来的，是吧？那这个呢，就相对来讲呢，这个效果就没那么突出啊，折痕没那么多。但是呢，也不能说这个效果没有，但是这个就有点过了，你会发现整个的风格化的东西就丢掉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测试它的风格化的这个内容的时候，再一次印证了我给大家说的，什么时候你应该用它啊，什么时候不应该去用。下边呢，我们说一下放大的这个事情啊，因为有网友给我留言说，当他用 SD Large 进行放大的时候，这个会崩掉。当然我也没有试过，我觉得应该不会啊，只要它生成图像没有问题，它放大的时候就没有问题啊。下边我们试一下，我这儿用1024×1024，然后我生成一个写实的图像。那我们相对来讲的话，你看你去放大哪个啊，哪个都行。那我们还是放大这个，因为它相对来说更清楚一点。所以说我们先给它 set 一下吧。这个呢，我们还是叫 render image， 然后我们把条件存一下啊，这样我们还是加那个反向提示词的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是正向提示词，同样我们 set 一下，这个呢我们就叫 con 加正向条件，这个呢叫 con 减。下边就是一个 sampler 了啊，这个很简单啊，那我建议大家还是用 advanced sampler 这么一个东西啊。这个呢是没有那个降噪百分比，而是指定步数的啊。这个也是给大家说明这个第三模型在放大的时候它的一些特点。这个呢当然就是我们的第三的这个模型。注意这儿我并没有使用跳过层数啊，你要愿意用的话你可以加上，你要用的话呢无非就是加上 Scape， 加上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呢是正向的提示词，反向的提示词。
对，这个 latent image 是我们需要把原来的图片进行一个upscale， 用的方法用这个就可以啊。放大多少呢？现在1024我们放到 1.5 倍，在这儿的话就不用太顾及它是不是64的这个倍数了啊，因为我们并不会采用完全采样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进行为 encode latent 拿过来。那你要注意啊，你一定是完整步数的采样啊。首先呢noise 我们直接给它固定得了，然后步数呢40步，因为你征途的时候采样是40步嘛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是 5.5， 这个呢是EMPPRM 跟这儿保持一致，二呢是 SGM 杠 uniform。 好，关键是这儿，大家注意放大图像的时候呢，这个 SD3 的放大能力是很强的，它经过了40步采样。那你这儿可以这样做啊，比方说我们这儿可以到45步，但是呢我从40步才开始，也就是说其实我实际采样的有效步数是只有5步。那我们来看生成的这个效果，所以它采样的速度是很快的。大家注意这是放大 1.5 倍啊，你注意这个细节的部分。当然你也可以10步都可以进行一个采样，一共40步，从30步开始采啊。你注意啊，你这个步数越多，这个皮肤这儿出现的一些细节就越多啊，就大概能看出来啊，就会有这个痦子是吧？这个黑斑出现，但是比较自然的啊。这是10步的时候，如果你是5步的时候啊，比方说我们从35步采样，那我们就用5步，这个采样速度更快。然后你来注意这个面部的细节，它那个斑纹就比较少啊，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区别啊。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SD35 Medium 的一些特点啊，我说的也比较乱，那大概有这么几方面的内容。第一个呢就是介绍了它的一些基本特点啊，第二个呢说到了一些大家注意的点啊，第一个就是反向提示词应该怎么用，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跳过层应该怎么用。注意，尤其是跳过层这儿，那如果是生成写实性的东西是可以用的，如果是风格化的东西不能用的。另外我们大致测了一下 SD35 它支持的各种各样的艺术类型。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说了一下它的放大，这个呢跟传统的模型其实也不太一样啊，不需要太多的步数啊，这个整个的效果也是非常棒的。另外你要注意的就是这儿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64的倍数啊。刚才呢我心里想的是768，但是我一直写的是720啊，但是我也不可能回头去改了，所以说大家就多做自我批评就可以了啊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么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